中美贸易战彻底失控，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中国像两头愤怒的公牛彻底顶上了。川普挥舞关税大棒，烙饼师傅针锋相对，仿佛要把对方碾碎才肯罢休。这不再是简单的经济博弈，而是两国意志的生死较量。如今谈判的窗户被双方死死盯上，只剩下一条路，硬碰硬拼到血流成河。我们站在历史的悬崖边，眼睁睁看着这场撕裂一切的大戏上演，而中国像是被逼到绝境的斗兽，伤痕累累却还在嘶吼。贸易战开打，川普先下狠手，对中国商品加征34%的关税，刀刀见血。中国咬牙还击，同样34%的关税砸回去，硬气的像是要把命搭上。可川普这家伙显然不满足，他放话周二前不取消报复关税，我就再加50%，谈判门都没有。这等于直接把中国按在地上摩擦。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对美出口占总出口的16.8%，金额高达4270亿美元。川普这一刀下去，直接砍向中国经济的命脉。中国商务部和外交部立刻跳出来，喊得震天响，你敢来，我们奉陪到底。这话听着豪迈，可背后的苦涩谁懂？川普在以色列总理面前，当着记者的面破口大骂中国就是敌人，还翻出2018年的旧账，说中国当年签协议却不执行，摆明了要新仇旧恨一起算。这下好了，两边都把退路烧光，只剩一条血路。川普这人吃软不吃硬，你越硬他越要打到你跪。可中国这边呢？烙饼师傅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反美大旗扛到底，绝不低头。这俩领导人的性格一撞，火花四溅，贸易战直接升级成绞肉机。回想2018年那场贸易战，中国一开始也是硬刚，美国加多少关税，中国就回多少，3轮下来撑不住了，派刘鹤去美国签了个城下之盟。结果呢？协议签了跟没签一样，拖时间熬到川普下台。川普这次显然憋了一肚子火，卷土重来，就是要血洗前耻。前2个月，美国加20%关税时，中国还稍微收敛，没完全对等报复，想留点余地。可川普不吃这套，变本加厉，中国终于绷不住了。据说烙饼师傅亲自拍板，你加多少，我也加多少。报复关税来了，熟悉的政治操作又回来了。为了面子，宁可把经济往火坑里推。硬刚的代价来得太快太惨。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关税逼近100%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一双鞋出口美国成本翻倍，到海里都比卖出去强。2024年海关数据显示，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高达2870亿美元。如今这块肥肉被川普一口咬掉，中美经济脱钩的脚步像脱缰野马，根本停不下来。更惨的是 A 股直接成了贸易战的绞杀场。就在昨天，上证指数暴跌8.17%，失守3100点，创2008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，市值蒸发超3万亿人民币。国家队呢？昨天一声不吭，眼睁睁看着散户血本无归，今天才姗姗来迟，扫货 ETF 硬拉指数。央行还祭出再贷款工具，喊着要稳住市场信心，可这操作谁看不懂？昨天故意放手砸盘，今天抄底捡便宜，散户的血泪成了国家队的肥肉。网友直呼这吃相也太难看了吧！贸易战的炮火还没停，普通股民已经先被自己人割了一茬。沿海经济带更是一片哀嚎，江浙沪、广东这些出口大省工厂订单断崖式下跌。2024年，广东出口总额占全国的22.8%。如今老板们哭喊着货根本发不出去，工人只能回家歇着。失业潮已经悄然逼近，
国家统计局不敢公布的青年失业率，坊间传闻已飙破26%，35岁以上的中年人更惨，卷到筋疲力尽，还是没活干。央行这时候跳出来又是老套路，喊着降准降息，可喊了5年，落地了几回，市场早麻木了。这次央行还是玩精准放水，用再贷款给国家队输血，却不敢全面降准，怕啥？怕人民币汇率崩盘。2024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跌破 7.3， 贸易战在加码，跌到8都不稀奇。央行死守汇率，宁可让老百姓勒紧裤腰带，也不肯放手。可这汇率保住了，内需却彻底窒息。美国财长耶伦去年访华就说过，中国通缩的根子在收入低、福利差。这话说到点子上，可中国硬是不听。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仅 38.2%， 美国高达 78%， 连马来西亚都达到 65%。人均 GDP 1.25万美元的中国，却硬是过不出马来西亚的日子，因为钱权被国企和政府吞了，老百姓手里只剩点骨头渣。中美都不肯服软，这场死斗只会更惨。对中国来说，解困只有3条路，可条条都是绝境。第一条，拉反美同盟。中国想拉欧盟、加拿大组团抗美，可人家不傻。欧盟对美贸易顺差2024年高达1570亿欧元，对中国却是逆差2920亿欧元。加入反美阵营等于自掘坟墓。日韩更别提，美国1加关税，他们反而成赢家。2024年，日本对美出口增长了 12%， 韩国涨了 15%。中国能拉的盟友只剩些南美小国，可这些地方穷得连自己都养不活，哪有钱买中国货？第二条，靠内需救命。转向内需，听着美，可中国做得到吗？2024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仅 2.35 万元，月均不到2000元，几亿农民养老金每月210块，公务员退休金却照样上万。政府宁可补贴国企刷数据，也不肯发钱给百姓。2024年财政支出中，基建占了 31%， 维稳费用据外媒估算超7000亿人民币，医保和福利加起来不到 10%， 这钱怎么可能流到老百姓手里？第三条，军事冒险。网上有人喊打台湾报复美国，这话听着解气，可干得出来吗？台湾对美出口也挨了关税，中国拿台湾撒气，等于自毁长城。更别提封锁台湾，美国第7舰队虎视眈眈，中国敢开第1枪。一旦开战，沿海经济全毁，外汇储备烧光，人民币变废纸，想速胜更是做梦。对中国老百姓来说，真正的地狱才刚开场。出口一死，沿海工厂倒闭潮来了。2024年上半年，广东已有超5000家中小企业破产，失业人口暴增。国家统计局不敢报的数据，民间估算全国失业率已超 15%，7000万人没饭碗。可政府呢？不发失业金，不给福利，只喊共克时艰。更可悲的是，经济越烂，爱国宣传越响。官媒天天骂美国，把所有苦难推给外敌，老百姓被洗脑得晕头转向。B 站弹幕满屏硬刚美国东升西降，可现实呢？物价飞涨，工资不涨。2024年 CPI 上涨 2.8%， 食品价格飙升 6.3%， 普通人连菜都买不起了。有人喊吃草3年也要跟美国拼，可是有没有想过，到时决策者想着特供，老百姓只能嚼草根。烙饼师傅这次报复关税，熟悉的政治味儿又回来了。疫情时为了制度优越性，风控到经济半死不活，如今为了面子硬刚川普，可中国还有底气吗
2024年出口占 GDP 的 18%， 一旦美国关税翻倍，越南、墨西哥接盘，中国工厂全凉。商务部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转口贸易占出口的 12.5%， 川普扬言严查转口，等于掐死这根救命稻草。其他国家都学聪明了，越南2024年对美出口增长 18%， 没报复关税，因为他们知道硬刚没好果子吃。可中国呢？为了大国风范，宁可经济血崩也要硬上。网友哀嚎，领导面子保住了，我们饭碗没了。这场贸易战，中国像是被川普按在地上暴打，偏偏还要喊着不服。A 股崩了，工厂倒了，失业来了，老百姓的日子从苦变成活不下去。2024年出生率跌到 0.6%， 世界倒数第一，年轻人连孩子都不敢生，未来还有啥指望？这场贸易战像一场噩梦，中国被自己的硬气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川普的屠刀还在挥舞，烙饼师傅的报复却像在自断命根。接下来会怎样？是继续硬撑到血尽人亡，还是还有翻盘的奇招？老百姓的苦日子才刚拉开序幕，可又有谁能扛起这台天的重担？现实像一记闷棍砸在每个人头上，清醒的人不敢看，麻木的人看不懂，答案只能在废墟里慢慢浮现。